来，志杰你怎么看？听证调查权啊，同款无同师傅，咱要学美国会使，大行拢同款。好，你别讲像迄个质询反质询，美国有无？无。啊，不啦，用这调查权的给我们。不，你看那么多案子，人民需要知道可以给，但是就是说那个范围啦，就是说它是有范围的嘛。你一定的司法内底你就袂使调查嘛。这就简单的道理嘛，本来咱就是迄个五权分立嘛。啊，你今仔日是司法的范围，司法一直审理，你调查当然袂使啊，是监察院的监察权。啊，所以来讲吼。我讲诶，共款这个物件，你比如讲国会改革，什么人无同意，拢同意啊。但是恁认为是国会改革，我认为是国会扩权啊。啊，你比如说你调查权去干涉到司法权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可以啊。啊，那反质询这个部分，其实美国其实他们的国会也没有在质询官员的，啊，所以也没有所谓的质询反质询啊，这些东西咱自己生出来啊。所以得讲国会改革，我们同意。啊，这个听证调查权我们同意，但是你标准你要学美国，你就学一致，你不要学半套。我讲的迄种就是共款无共师傅，所以对我的看法就是讲，这个是国会扩权，而不是国会改革。我想要回应一下那个徐委员啊，就是说有关于你说司法在进行当中不应该国会有调查权这一点，他司法进入司法的是只有超司这个案子，那我们所质疑的是整个进口鸡蛋哦，不止超司一个案子，可能他有很多其他类似超司的案子，到目前为止是不为人知的。那我那一天在经济委员会，我也站起来呼吁我们民进党的委员一定要支持这个调查小组的成立，就是我们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3党一起把这个真相还给人民，这对民进党也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一直说，这肯定是民进党在后面有什么这个暗中的这个很多的可能私相授受啊。那如果把真相查出来的话，其实对民进党不一定是不利，所以这个调查权呢，没有对任何一党不利，反而是能够让民众更理解真相。不，基本上你从政治制度来看呢，我们这个政治制度是个莫名其妙的制度。你原来是比较倾向内阁制嘛？为什么会有质询？我赞成内阁制，内阁制才有质询嘛。对啊。那我们总统又是民选，对，那是个总统制。好，你说你要不然就内阁制，没话讲嘛，对不对？那你又搞一半，好，这边是内阁，那边是有个行政院长，那边是有总统制，选个总统。那总统权力很大啊，现在变成行政院是他任命的，那他都不要到国会来做说明、来报告，这也很奇怪。所以我们这个制度哈是一个半吊子四不像的制度，所以我在想，不管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你就学一种制度，把它学好，其实也都可以。我们赞成。那赞成没有用啊？修宪啊，那一起来推啊。一下刚刚志杰讲的啦，志杰讲说不要侵犯到司法权，本来我们立法院的这个调查权本来就跟他没有侵犯，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啦。我们今天我们在上个礼拜通过的经济委员会的进口鸡蛋的调查小组，他查的是什么？它不是只有不是只有现在司法北检在查的那个什么超司鸡蛋，它是整体的，从去年全部都查，去年一共有4家有进口鸡蛋，前年又有2家，就你看那个数目是6比1，当然就不一样啊。时间点一个是那时候去按铃申告以后的查超司鸡蛋，我们的范围是全部有2年，时间2年也是不一样的啦。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发现，就是说刚讲的，你光是一个去年你10亿的蛋买了，对不对？前年你现在发现。又是超市一家50万的资本额，他又去做了那么多的一个生意，他这辈子只做了两笔生意啦，一笔就前年这个日本蛋，去年是巴西蛋，10年不开张，开张40年，里面你们赚了很多钱。我刚刚讲的，卖一颗就赚2颗，那谁让他买的？这里面有没有官商勾结？当然是要查的啊。那我们查完之后，真正有刑责的问题，那还是要送到司法机关去啊，对不对？如果检察官不起诉，如果没有判刑，那是检调的问题，那我们就先做这一块嘛。那如果有牵扯到要送到监察院去弹劾的，就往监察院去做啊。我觉得这3个机关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的。可是你不能够说，每次这个北检人那么多人去按铃申告，我们后来去查，去年去按铃申告的，到今年我们立法院开始，包括嘉靖我们去追之前，9个月，被告的人关系人一个都没传那当然要立法院去查啊。对不对？我们至少唤醒了，就是说司法单位要去重视这个案子，要去查。第二个，我们的范围是更大的，而且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制度的健全哦。我们查完之后发现说，很多都是透过
农业部把我们的人民纳税钱给了中央畜产会，中央畜产会现在没办法监督，都是他们拿去卖。那以后中央畜产会要修法，对不对？超补了，我们查一查之后，中央畜产会还要退钱，你知道吗？对呀，没有对啊。我们先把它查清楚，然后把法令上中央畜产会有怎么监督，对不对？那以后他要依照这个采购法，或者说以后里面有法令要立法院就是负责立法跟修法啊，制度不健全，我们去把它完整，把它做完整啊，然后对人民才有交代，人民有这么高的期待，当然立法委员要判陈水扁这个职权嘛。陈水扁昨天居然第一时间就反应了。说我的案子已经到现在20年，怎么都没有搞清楚。吕秀莲要问同样的问题啊。然后呢，另外他就说，对大选结果不生关键性的影响，他是为他自己辩护了。他就说，你看，人家就说因为有319枪击你才当选嘛，否则你怎么才赢连送1两万票？跟那个没有影响，是跟那个没有影响。当然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怎么没有影响呢？那另外呢，他就说为什么经过20年都查不清楚？我们看一下。现场响起鞭炮，非常多的烟雾弥漫。时任总统陈水扁手上大片血迹，319枪击案，陈水扁腹部中枪，因为这2颗子弹让选举情势逆转，顺利连任。20年后的7月，美国前总统川普13号在演讲造势活动遭枪击，就网友纷纷说台湾遥遥领先全世界，拿319重讲一遍，阿扁改成川普就好。真的非常的震惊，让我想到自己在24年前319枪击案，在台南民主圣地，宾州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民主圣地，有很多的巧合。前总统陈水扁回忆当时状况，仍感叹真相未明。你若如果用来办郑文灿那款的检察官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来办319。枪击案，那早唔大要破几件就对。只能说，今年美国大选的每一步，跟台湾过去的选举巧合不少。陈水扁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啦！他今天还有脸讲到他自己的枪击案，对不对？当时的情况，我跟嘉俊不同啦，嘉俊还在读小学，我是在做立法委员，对不对？我们当天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全部为了晚上的造势动员，结果呢，我正在办公室筹备，突然接到电话说赶快阿扁中枪，然后全部大家都乱成一团，然后当天的晚报，那个时候还有晚报的存在，当天晚报的标题是估票连送要赢陈水扁90万票，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陈水扁在那边中枪之后掩盖真相，然后通通不让调查，然后也不肯出来，明明伤得很轻，在那边医院躲到呢这个连战请马英九去看也不见，宋楚瑜要去也都不见，什么都不见，躲起来，然后让到处谣言四起，说什么阿公啊要去刺杀他，不要让他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民进党的人也一直哭，国民党的人就也一直哭。为什么国民党在哭什么？说当天已经准备好的大造势，结果突然之间喊停，所以国民党的干部也抱在一起一直哭。所以谁想要真相？当然，最后莫名其妙被翻盘啊！当时是2万多票差距，后来呢，一个票桶去检阅，还是输1万多票，是真的。但是问题是，你已经损害不可回复了嘛？那刚才陈水扁说讲，为什么没有真相？为什么没有真相？你问你陈水扁还问谁？所有追查真相的路全部被你民进党完全阻挡。当时我们在野联盟国亲两党还组真相调查委员会，那个时候的民进党跟今天的民进党来比，也不遑多让啦，也一样离谱。他们现在挡那个炒鸡蛋的这些，他们对跟你们挡鸡蛋的情况一样。他那时候呢，真相调查委员会一路的杯葛，还荒谬的讲，刚才龙介兄提醒了我，还荒谬的讲说，公务人员可以行使抵抗权呢。这种谬论都
胆敢讲得出来？那你今天他讲说随便就给你扣帽子说违宪，随便就去收买大法官，随便就去恐吓大法官，什么都要弄你违宪。民进党这很奇怪吗？台南好传统啦，一路走出来的，从陈水扁到赖清德，全部出同样的领导人，全部一样的独裁者，全部一样的没有民主精神，全部一样的自己做贼喊捉贼。赖清德还有脸讲说，哦，用非民主的方式要伤害民主，谁在台湾非民主的方式伤害民主？就是你赖清德，就是你陈水扁阻止真相的部分。台湾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过去20年来无法进步，反而倒退，最要负责任的就是陈水扁、赖清德以及没有民主的民主退步党。真的不要讲到319，我气疯了。我讲阿扁，我是感慨有够多。我在2019年补选的时候，其实我所有的民调我拢赢过国文，但我知影，我嘛知影讲，干那一个人出来我会输，因为我迄个选区就是磨刀。我还记得我在节目上讲，我阿扁我爱讲。这补选嘛，一个补选而已嘛，吼，你忙插，到尾伊就是插了，他们伊就是插了，佮叫单地中等。那你要看陈水扁当时对于这个整个选举，我记得319当天5点到6点，我在中广主持一个节目，就是在讲，那合约就签到319。我一下节目，我拼到台南市党部所有的。广告车辆什么，全部所有人都坐在党部前面说为总统祈福。民进党所有的宣传车都造出来，阿强的拍死人，联合国民党庆杀陈水扁，你敢想话吗？他们的广告车出来哦，我们的广告车是一整排就停在台南市中正路啊呢，不敢动，谁敢动啊？因为中央已经下令所有，然后点着蜡烛。为陈水扁祈福啊！迄阵我就讲嗨呀啦！我甲主委拜托讲，叫大家登去邮票，慢慢也不必坐在这里嘛，就回家邮票嘛。靠电话邮票噻，不办活动我们打电话拉票啊，我都哦，因为我知伊做假嘛，啊变你讲唔是假，啊我就讲你假，你讲唔是假，佮查出来啊。吕秀莲嘛，讲希望查者是到底要拍死陈水扁，也要拍死吕秀莲，唔係講我好勢，對不對？不，你就算是不管真假了，我认为是假的了啊。那你总是出来告诉他会不会代击啊嘛？是啊，我已经安全了，都没有，只是皮肉之伤嘛。躲，对不对？一直躲到选后，啊，邱毅人还一抹奇怪的微笑，那很奇怪啊，不奇怪吗？我想哈，他都梁介生咧讲的这哈啊。选举的步数，大家人无同款的状况，用无同款的运用，这个人家己去决定啊。当然来讲，真相选举的步数跟真相是两码事，真相是真相，选举的步数是选举的步数。当然迄当时，我要讲的就是讲，今仔去像川普安尼，你我都上啊阵，我就是要上伊耳仔尔，剩的我不爱拍伊。变也讲，我就是上伊尾鱼肚尔，剩的我爱拍。你这是提性命开玩笑所以我是觉得得讲真相坦白讲，这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啦。恁认为伊是假的，阮认为伊是真的嘛。当然得讲后壁你讲伊的选举步数，这每一个人无共，就川普伊的步数就是讲，伊是反应好啦，伊就随讲振奋高喊 fight 嘛。这是伊川普变伊若有法度安尼决定，这是伊的决定，但是这项真相。我嘛就是讲，伊嘛是真正叫拍掉的呀。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郑文灿被羁押，王义川说，好吧，虽然我们觉得司法不公平但是还是要相信司法了，不甘愿也要相信啦。不然该怎么办？这根本不相信就是了嘛，但是他对郑文灿辩护说，不要因为这个案子就抹煞郑文灿过去的努力、过去的成就。8年在桃园很有成就啊，
那另外，当然他们说查郑文灿必然就是欺负桃园人。林涛说：“你到底是投桃报李报答郑文灿提拔你，还是这个共犯结构一起沆瀣一气？”哦，那另外呢，这个王义川说郑文灿政绩很好，所以人家认为说是情绪勒索桃园人。牛许婷小牛说：“你瞧不起乡亲的判断能力，乡亲很清楚的，他哪些有建设知道的，但是再怎么样也不能贪污啊。”这两回事情啊，对吧？而且那么多案子，一件都有没有问题？你这个都市重划，那个土地重划，那个区段征收，到底有没有问题？好，那苏巧慧替郑文灿抱不平了，说那为什么郑文灿就收押了，高虹安就没收押？这样公平吗？他不太一样啊。郑文灿是我做县市长的时候，那个金额很大的。高虹安是立委的时候，那个助理那个几个钱呐？你自己想几个钱？而且高虹安被搜索4次呢。这个吴达伟说高虹安没有被押7年呐。这是一个。第二个呢，4次搜索。就是说4次不是4次是那个郑文灿被驳回，但是高虹安有好几次搜索。另外呢，这个连续6个礼拜，周刊在封面上登这个高虹安然后呢，这个高虹安这个被检察官威胁说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然后呢，他在这个侦查室吃个便当都被大报特报所以他就说什么公平不公平，到底谁公平谁不公平那另外呢，这个陈水扁说陈水扁跟郑文灿都栽在旗袍法官手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穿旗袍，我觉得一个人这么热天但很难每天穿。不过不管了，服装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嘛那我都不太相信说是因为扁案跟郑文灿检方抗告以后，高院发回更裁是在同一个法院郭玉珍3次怎么可能都是他？对啊，3次发回更裁。你说有1次他我相信了，3次怎么可能都是他？那其他2个穿什么？第3次才是他。对啊，第3次才是他嘛。那其他2个是什么？穿什么？不很奇怪吗？就你去看他这个我觉得蛮无聊的了那这个法官是说我平常心看待每一案了，因为不是说假如说每一个案都是他，每一个案都发回更裁，你去怪他3个案3个不同的法官而且他更裁。他也要写理由嘛，那些理由有没有道理嘛？法界人都可以看呐好吧，这个所以呢，他们说陈水扁现在护航郑文灿，去呢猎污女法官。我们看一下，最近大家心情都很不好低气压这个我们的前市长郑文灿因为有官司在身，郑市长在桃园留下来的建设。郑市长这8年在桃园所做的这些发展，都让桃园在过去的8年，我们是很骄傲的，对不对？不要对桃园的这些建设指指点点。南凤卿，每一个人他可以去如何的评价别人的政绩这件事情，如果夹杂着自己的报恩心情的话，我想外面的人可能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形象情况。那因为他担任过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董事长，那时候他本来是林佳龙的人嘛，那林佳龙落选了之后，他选立委也失败了，然后那时候郑文灿收留他，然后去担任航空城的董事长，他要做这种投桃报李那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对于贪污的标准跟评价，我认为那是另外一回事。郑文灿留下来的政绩到底好或者是不好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在上一次的就是县市长选举当中，选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真的好到这种程度，那我不认为张善政能够赢。那我认为他所要求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的郑运鹏应该会当选。可是不要忘了郑文灿今天这件事情是爆发出来，那么其他当时其实被点名的有问题的案子，都比这件事情要来得更加的严重。
好，不管是这个巴德的这个土地的变更案啦，或者是观音的土地的变更案啦，转运站，对啊，转运站啦，这些其实那个问题是更严重的。那你说地方上没有传言吗？今天这块地很多，对啊，地不只是传言，更重要的是，哇，本来我以为在这边，所以我在这边买了一块地，准备要盖房子，突然之间跑到那边去了，就发现有关系的人已经在那边赚到钱，你认为心里不怨恨吗？好，这其中一个。那大家忘记了。那个羽球突然之间那个垮下来的天花板吗？那也是政绩啊。就是你刚刚盖好没多久的羽球场，然后呢，明明这个地震桃园其实并不严重，结果呢垮的是那个羽球场。全世界在播放台湾地震的新闻，就只剩下播报桃园的那个羽球场的那个垮，那不是政绩吗？所以啊，不要用这种情绪勒索桃园人的方式，然后想要去寻求桃园人为郑文灿，然后来反扑。我知道在郑文灿任内吃香喝辣的人非常的多，现在都急着要帮郑文灿说话。这里面我诚实的说，蓝的绿的都有，确实蓝的绿的都有，那就代表说他那种海派的性格，愿意收买的那个性格，可是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对得起我们纳税人。这件事情就是对不起我们纳税人的事情。当然，你说郑文灿这个案子哦，其实他真正还有背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2017年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不办，2018年眼睁睁看着钱被退回来也不办，然后要拖到现在办。蔡英文的时候不办，然后到了赖清德的时候才办。2018年是郑文灿竞选连任的时候，赖清德没有去拉着他的手为他背书吗？蔡英文没有拉着他的手为他背书吗？民进党上上下下多少人拉着他的手为他背书，让他高票连任成功？如果那个时候办，他还能连任成功吗？还有后面4年有这么多到目前为止说不清楚的案子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问题点是，前面到底他的政绩如何？我认为桃园市民已经做出了决定。后面我们其实真的要问的是，7年前为什么不办？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关心的。蒙继兄，各位要回想一下，刚刚凤仙讲那个是有时间序的，而且赖清德点点吃3碗公半，然后恁大概感觉赖清德跟郑文灿做好，本来就不好，但不好没有那么差，好，所以在2017年拿钱那个时候，各位不要忘了，就是赖清德来当行政院长那个月。当时的赖清德是被所有公务体系认为他就是后蔡英文时代的接班人。为什么是8年后的接班人？可是赖清德竟然在2019年出来挑战蔡英文，所以才会产生了一个所谓大阿哥，就变成整个英系跟全部就已经不再指望，而且也不愿意让赖来做接班人。好，那赖清德在2017年9月8号，他要来之前，在8月底就在台南公告什么5缺，缺水、缺电、缺土地，就讲得很清楚，所以郑文灿才会想说，这温痛解决工业用地，因为那个时候要归于返乡，台商回来找不到土地，所以这个钱一拿了以后，当时纵然赖清德要办也办不了，所以就变成什么养案。好，为什么要养案？这个案是谁的手上？因为2017年这个案他们弄了以后，在2018年就送到内政部，送内政部，营建署长是谁？就是现在国土署了，不是营建署，国土署就本来的那个，就是吴新修，就台南市赖清德叫上来干署长的，这个案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过哦，现在署长还是他哦。这个案的整个过程，赖清德是一清二楚所以在2018年，因为官商勾结，就在这个时候，2018年就是检调已经 hold 住了这个过程。吴宗宪跟他讲，伊绑架去往，连调查官跟廉政官都被他们乱搞，他也办不下去啊。那这些译文曝光以后，谁通给郑文灿？就是因为你把译文通给人来给你干嘛啦？经营的钱才还回去，才又立了一张借据嘛。这不是官商勾结？什么是官商勾结？所以我虽然帮赖清德按赞了，毕竟你敢办就
办郑文灿，不管动机如何，把黑金掏出来晒一晒，对台湾人总是有利。但如果你是用这个来对付你的政敌，那就不足为耻了。我是感觉看你不起，但是这是第一波，他辞了以后，我要跟大家讲，你再回想一下，他准备要动他很久了啦，在2022年，民进党败选的时候，就刚洪兴讲说桃园辖那张善政的衙门，第一时间赖清德出来定调什么？败选的最大原因就是论文跟黑金。那个时阵就已经把郑文灿锁定了啦。哦，恁两孙公我讲，我4月就讲郑文灿可能会有代志，大家当作我在开玩笑。我真正和老清德袂歹啊，你神预知。然后第二波，现在你就要看哦，赖清德最恨的就是你跟苏贞昌，所以为什么苏巧慧跳出来？我跟你讲，苏贞昌你袂当无代志。清德兄，要么就一次干到底啊！你又要预言未来就他们安插在金融机构，政府单位，还有检警调这些所有的人，他会一个一个把清洗。520卓荣泰上来，我跟他讲，过去8年的官商勾结跟卓内阁无涉。你看他在立法一休息的时候，你起来哦，你讲安尼真好。哦，但是你要办哦，如果你不办，你就是包庇。所以他跟我讲，我总咨询跟他讲，一定会办。那520以后，法务部长我来讲，我讲你们要不要办这些官商勾结？他说一定，已经分案在办。啊，那清德兄，你最理解的台南市，你身为老市长，去年的3月14，你回到台南说你很痛心。为什么？因为外面都讲民进党现在是黑金，好，然后议员、立委，你们卡成规矩，台南市民都很清楚，这你讲的，所以要求市长、立委、议员跟市民道歉，起来，起来道歉。但是到现在你没有办一件，你说那个立阳图利91亿不是你办的，那是在蔡政府的检察官办的，后面还有500多个案子，你要办吗？台南市今嘛呢？因为如果你只做人事斗争，但没有实质从这些弊案、官商勾结去做侦办，那就你就晚会，我给你按一个赞。谢谢，再回来。